奇瑞斯商城新品开张啦！欢迎大家打开陈一发儿点淘宝点 com 前去选购。发姐最近看 Netflix 版的《三体》了吗？我奈飞《三体》就看到第5集嘛，还没看完。刚看完那个《古筝行动》，国产的看到哪一集？国产我好像看到最后，我忘了是哪一集了。就是他们一群人在教室里上课，就很暖色调的一幕。腾讯出的那个国产《三体》，我们也一起看了几集，没看完。你们觉得腾讯《三体》和奈飞《三体》哪个拍得更好一些？就是说得分嘛，就说得分嘛。目前豆瓣的得分是，就是腾讯是8.7，奈飞6.7。现在你们认为这个是比较符合你们的想象的吗？这两个作品在我看来都不可能上8分 ，in my humble opinion， 加起来能上8分。两个分开绝对没有一个人能上8分。我觉得奈飞这个版本可能比较适合没有看过原著的人。我虽然也看过原著几遍，但是我看下来也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。就是有时候我忘了，就是我看得太久了，我对原著的印象是后面几集的那个印象比较深，因为都看了好几年了嘛，对前面的有些细节不太记得了。就是说我看过原著，从头到尾看过2遍，我以前也经常推《三体》，但是呢我记得的人物其实并不多，因为刘慈欣他是比较擅长写创意啊、剧情啊和架构的嘛，可能说世界观架构，他对于人物描写不是特别的擅长，所以他前期出现的一些人物有点记不住，久了之后都是工具人。比方说罗辑那个老婆，我也不知道叫啥，现在已经忘记了，反正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在看奈飞《三体》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就是说从剧情本身来说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，就是说他可能把一个角色拆成几个角色了，但是如果你没有看过原著，对原著的那个人物安排没有那么在意的话，你看下来是比较顺畅的，就是没有觉得说啊这个安排是不合理的。没想到有这么多看过原著的朋友，真替老刘感到开心啊。老鼠肯定没看过，你上次看书啥时候了？终于碰到一个可以吐槽的。老罗，你看点书吧。哎，我是罪过在我。罗辑居然变成了黑人。哦，你说是那个开头就有女朋友还乱搞的那个黑人科学家吗？是那个吗？你们觉得就是说把一个亚洲男性角色改成一个黑人男性角色，这是一种种族歧视吗？我看到那个奈飞的编剧里面有刘慈欣，哎，他知道这样的选角吗？他知道这些事情吗？他是不是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这一切了？那个女红卫兵的演技我也不太认可，我比较觉得那几个男的群众演员还演得好一点。我觉得那个女的有点流于表面的感觉像一个优秀的大学社团爱好者，但是她这一段本来就描写的比较少，这关于那些年的事情就是描写的比较少，也不是很透啊。还有就是这个他们可能觉得也不是故事的重点吧，对吧？就是主要是来自于它只是一个由头，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要召唤三体这边，显得叶文洁动机不足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但是把这个问题讲得很透的话，到底是虚晃一枪走个过场令三体原著粉丝生气呢，还是把这个事情讲透了更令三体原著粉丝更生气呢？就是如何能够控制压低那个原著粉丝的怒气值，讲透了生气的就不是三体粉丝了。对，这个我觉得就是它是一种利弊权衡的结果吧，就是利弊权衡的结果。他觉得这一段也不是重点。还有一个比较伤人的一个说法，就是说其实并不是拍给我们看的，孩子卖出去了就不是自己家的了，他并不是拍给我们看的，所以也不在乎我们怎么看，他只是想怎么把这个剧本、这个著作、这个 idea 包装成一个能让更多路人、更多以前没有了解过这部作品的观众更好的去理解，更好的去接受整个故事，降低整个故事的门槛。不管是从游戏改编还是书籍改编，最麻烦的就是原著粉了。原著粉是不管哪个 IP 都比较难以取悦的一个群体，这个倒是真的。
里面的很多演员他的中文说的都挺不错的，这很难得。好莱坞很多时候拍的片儿里面有讲中文的都讲得一塌糊涂，这回讲的真的都挺好的，就那种字正腔圆还带一点口音，非常非常的地道。那几个人长得都非常非常的 local， 对，本身就是国内的演员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哈，就是不是国内的演员在演那一段的时候，就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我就感觉那个青年叶文洁就是 ABC 的感觉，他就不理解那一段背景故事，就感觉他好像不是很 get 到，可能是导演这样要求的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看到奇异博士那个胖子搭档，我觉得那胖子搭档他在奇异博士里面叫王，对吧？我觉得他演的挺好的，除了我觉得怎么胖这么多，他以前演的时候头有这么大，现在只有这么大了，就感觉他胖了好多，差点认不出来了。因为他演的挺好的，没啥毛病。以前胖没现在胖，现在可能比以前多了30斤以上，感觉哈。现在是王 plus ET 版。我以为山姆 Sam 那个胖胖的演《全游》里面那个 Sam 叫 Sam Sawyer 吗？还是忘了？就那个小胖子，我以为他在里面戏份很足呢，没想到就不剧透了啊。有好多个全游演员，是的。现在是有 Sam， 然后有洋葱骑士，还有一个大 boss， 当然也已经挂掉了，是那个伊文斯，老年伊文斯的演员是大麻雀。看过全游的就知道，大麻雀搞权力的，在红堡 Red Keep， 在君临搞了教会一帮人对抗兰尼斯特家族那边，大麻雀就是他。大麻雀命不行啊，每次都创业未半，一直搞这些。这个奈飞三体适合给父母看吗？我觉得适合。腾讯版它可能节奏会慢一些，悬疑感觉要重一些。我觉得可能就是以中老年人的口味的话，可能奈飞版更适合一点。中老年喜欢看字幕嘛，它有中文配音版的，你也可以给他们看中文配音版的。对于我妈来说，我看她看字幕没啥毛病，我爸也看字幕没啥毛病，培养一下嘛，培养一下。